RGB 3色雷射 ISO 流明广色域，每次打开投影机的规格表，是不是都觉得在像看天书？那好像每一个厂商都在对你大喊买我买我，我的数字最大。那今天我们拿到 Valerian 最新的2台重磅机器 Pro 2还有 Max， 但问题来了哦，规格这么满，实际的体验真的有拉开差距吗？今天我们就来把这2台投影机从规格到定位一项一项拆解给你看。以前我们在看这种几万块主打 CP 值的投影机，老实说啊，一拿出来多半就是那种塑胶味很重啊，敲起来空空的，外形上也不是这么讨喜。但是 Valerian 在 Max 身上啊，真的有一种砸成本下去，从包装到外观都很明显想要走一个精致质感的路线。Max 的包装盒啊是一个皮革包覆，打开的瞬间真的有点像在开精品哦，不像是在开机器的感觉。那机身设计呢也暗藏玄机哦，前面呢就有14条电镀金属格栅，引导气流加速散热，底下呢还藏了可调整的脚垫，这些细节呢做到让你会觉得，这台真的是有在被当成，有在用心做哦。相较之下呢 ，Pro 2就比较偏向工具型，那尺寸上呢，它跟 Max 是差不多的，但是在材质跟配件的豪华感上面就收敛了很多，重量上也看得出差异哦。Max 呢，它大概是8公斤 ，Pro 2呢，它大概只有7公斤。那 Max 它在里面呢，还多了电动镜头机构跟更完整的散热模组。不过呢，除了外观跟重量，还有一个大家最容易忽略，但其实是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投影机的眼睛。Pro 2呢，它使用的是混合材质镜头，而 Max 呢，它是直接升级14片的全玻璃镜头组。那混合镜头它在长时间高亮度的情况下，看久了画面会慢慢变软变糊哦。那 Max 呢，它的全玻璃镜头可以确保你从开场看到片尾都可以维持稳定清晰的状态。另外一定要讲一下 Valerian 他们家遥控器呢，它是金属质感的哦，拿在手上不是那种我只有付给你那种感觉。它是有质感的遥控器哦，重点是它还有背光，这件事情对投影机用户来说有多重要？因为我们基本上呢都是会在全黑的环境看片嘛，每次要找遥控器按键都在像玩密室逃脱，你永远不知道你按的是音量还是讯号源。那有背光这件事情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加分的项目。转到背面呢，你可以看到有3个 HDMI 接口，其中呢2个是 HDMI 2.1， 那其中一个是 EARC， 有支援到 4K 120Hz， 甚至是 1080p 240Hz 的输入。这个对于接 PS5 啊、Xbox 甚至是 PC 的游戏玩家来说，真的是太友好了。那其中呢也是有2组 USB， 那其中一个是 3.0， 一个是 2.0， 那也有 3.5mm 的耳机孔，还有有线网路孔。但是注意咯，Pro 2的网路孔呢是100mm 的，但是 Max 呢网路孔它是直接升级到1000mm 哦。喜欢 NOS 原档的发烧友呢 ，Max 它会更符合你的口味。那2款呢都是有 WiFi 6还有蓝牙 5.2， 在理论上呢它都可以提供很高的无线传输速度还有低干扰。这个在一定的程度上呢是弥补了 Pro 2的有线网路的不足哦。但是呢无线传输比较容易受到环境的干扰，对于追求稳定性的剧院环境呢，我建议还是用有线的连接。我们再来聊色彩，在色彩跟光学这一块呢 ，Valerian 这2台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绝招，就是它 RGB 3色雷射光源呢，2台都可以跑到110% 以上的 BT2020 广色域，非常饱和，而且是很鲜艳的那一种。不过呢 ，RGB 雷射它本身也不是完美无缺哦，它有一个物理上的小副作用，就是有些人会看到一点点细碎的散斑感，有点像是画面上多了一层很细的颗粒啊。那 Valerian 它当然是有做散斑的抑制，但老实说，这种东西很难100%的消失。如果你是那种对于画面纯净度超龟毛，看到一点点颗粒就会出戏的人，我会建议你可以留一点点预算，搭配像是微震动、抗散斑幕之类的解法啊，效果会更好。然后呢，讲到这里啊，雷射投影机它有一个老毛病，一定要提一下，就是彩虹效应。Pro 2它在这一点上呢，主要是靠高刷新率去硬撑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哦。但是 Max 它就比较狠了，它是直接上硬体机抗彩虹效应技术，宣称它可以减少 99.99% 的彩虹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那种看投影机容易觉得画面闪啊，或者是看久会头晕
Max 对你的眼睛来说呢是比较温柔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哦，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啊，机身可能会听到一点点运作的声音，但是不用紧张，这个都是正常的声音，它也不会影响你的观看。那投影机的灵魂呢，就是晶片啦。Pro 2跟 Max 它都是用德仪的 0.47 寸 DLP 晶片组。一开始大家还猜说 Max 它会不会用更大的 0.65 寸 DMD 来获得原生的 4K， 结果呢，发现两台都是用相同的 0.47 寸晶片，也就是说，它们两个的原生解析度只有1920乘以1080，它们都是靠像素抖动的技术来升级为 4K 的画质。0.47 寸的 DMD 本身它是显示不了 4K 哦，所以 Valerian 它用 TI 的 XPR 技术，因为 0.47 寸的晶片面积比较小，光波绕射比较严重，原生对比度呢它只能在大约1000:1到1500:1之间徘徊。换句话说呢，光是靠这块晶片的自然表现，黑色呢它就会不够深。所以 Valerian 它就靠后端的 EBL 技术呢来撑起这个黑色。接着我们来看安装方式。老实说，对很多用户来说，安装顺不顺，搞不好比画质还重要。因为画质再好啊，你装不好，一样看得很阿杂。那我们用一个比较日常的情境来想象一下哦。Pro 2它走的是比较简洁利落的路线，但是它是采用固定的光路设计，几乎没有什么动来动去的镜头结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只角度固定、火力超猛的高亮度手电筒哦。角度对了就会很完美，但是位置如果不对呢，你不搬动整台机器呢，就只能靠梯形校正来救画面。但是呢，这件事情多少都会牺牲一点画质。所以 Pro 2呢，它比较适合那种摆位一开始就很明确，装好之后就不会太动的玩家。再来是物理机械光圈哦，这个是 Max 它真正的王牌。Pro 2呢，它只能透过调整雷射的亮度来模拟黑位，在黑部的场景里面呢，比较容易出现偏灰啊，或者是层次不够的情况。那 Max 呢，它是搭载物理机械光圈哦，就像是我们人眼的瞳孔一样，它可以实现缩放，带来真正的电影级的纯黑。那暗部层次呢，跟立体感都会有明显的提升。它直接搭载了正负105% 的垂直电动镜头位移，还有动态光圈，甚至未来还可以支援可拆换的外挂镜头。这些设计呢，很明显不是只给日常用，而是想一次横跨客厅、投影跟专业剧院的玩法哦。不管你是要把机器吊在天花板，或者是因为空间限制啊，需要换不同的焦段，投得更远 ，Max 呢，它都可以配合你的环境去做调整，而不是叫你去迁就它。所以如果你家的环境比较复杂啊，或者是未来有可能搬家、换空间、改配置 ，Max 它的玩法弹性真的会轻松很多。那这两台机器呢，它都搭配了 0.9 到 1.5:1 的变焦镜头。镜头的话是2公尺就可以投射到100寸，不管是3坪的小卧室，或者是10坪以上的大客厅呢，它都可以完整的适应，甚至是空间允许到120寸或者是150寸也是没有问题的。来到大家最关心的亮度，规格表上 Max 它是标示3500流明，那 Pro 2呢它是3000流明。这500流明呢差距听起来不是很多，但我们实测发现哦 ，Max 它要达到3500流明，它就必须要开启亮度增强模式。但是呢，这个模式它会让画面准确度大暴走，属于不可观看的跑分模式，而且你看久了眼睛也会觉得很疲乏。当我们把两台机器呢都校准到色彩准确正常模式之后呢，两个实际的亮度都差不多是在2500流明上下，所以亮度两台都是差不多的。Valerian 它为了吸引电竞玩家的市场，也用心的优化了延迟表现哦。Pro 2跟 Max 它共用同一颗 MT9618 处理晶片，所以它们的游戏性能呢是一样的，也都是非常强哦。当你启用高刷新率的模式，还有 DLP Turbo 模式的时候，延迟率就会大幅的降低。1080p 240赫兹官方数据为4毫秒，那实际测量是为5毫秒。1080p 120赫兹官方数据是8毫秒，实际测量是11到12毫秒。4K 60赫兹，两者的延迟约是15到18毫秒。这对玩竞技射击游戏几乎是跟电竞显示器一样的流畅，所以呢，拿它们来玩游戏是非常适合的哦。想象一下，如果把这台拿来玩3A 大作，那画面是不是很过瘾呢？老实说呢 ，Pro 2它绝对不是比较弱的那一台哦，在国外跟 Max 价差接近2000欧元，大概是7万台币哦。但是
在台湾呢 Pro 2它售价是79800，那 Max 它是售价109000块，也享有台湾的保固。两台价差3万块哦，这个价差反而是让选择变得更难。Pro 2是那种理性派一点一定会点头的选择，价值很高，规格够用 ，CP 值超凶的哦。那 Max 则是一旦是预算到位呢，很难不选它，因为它的硬体更完整，那规格拉满，心里呢也会比较踏实。如果今天是你呢，你会多花这3万块直接上 Max， 还是你会选择 Pro 2，把钱留下来升级音响、布幕，或者是直接多看几部电影呢？留言告诉我你会怎么选，顺便讲一下原因哦，看看大家选择会不会跟你一样。如果你期待这类型的实测表现啊，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个影片见，大家拜拜。